大家敲碗很久的淡江大桥终于有新进度啦！今天我们赶在第一波开放居民步行的热腾腾时刻，带大家开启淡水这一侧的美味地图。以后从八里、林口甚至桃园过来，第一站就是沙仑。这座桥不仅缩短了距离，连三芝金山都变成了当日生活圈。这集我们锁定了淡金路周边以及下桥后汽机车停车方便的高 CP 值美食。影片最后更有第一手的大桥导览画面，赶快跟着我们一起上桥看看吧！这一间是黑灰博专业卤肉饭，淡水最强卤肉饭之一。虽然这样说呢，我今天吃是第二次，第一次吃是上次拍片的时候，第二次是这次拍片的时候，因为它实在是太早场了，我起不来。我们刚刚8点半到，老板说不好意思哦，今天已经蛮晚的了，所以很多菜都没有了。你跟大家讲它的营业时间。好，营业时间是早上4点，然后到9点半。可是就像老板说的，8点半之后很多东西就会慢慢的没有。我跟你讲，虽然说它是早餐场，但是它卖的几乎就是中餐啊、晚餐的那种自助餐的那种菜色，超多的。然后你看了会忍不住一直点一直点。还好我晚来，不然我早点来，我这一桌我根本摆不下了。我们先从挂包开始吃，虽然名称是卤肉饭，可是它呢有一个强项就是挂包。哇，你看超大一个，像是那种汉堡一样，这个下巴会脱臼吧？我刚咬下去的时候，挂包超柔软的，肥肉入口即化，但又不会油腻，可以吃得到一点猪肉的甜味。老板说呢，他们家的猪肉是选用黑猪肉。说真的啊，你这么一大块啊，60块，比吃一个汉堡还要满足。那如果你没有跟老板事先提醒的话呢，他给你的肉呢会是肥瘦各半的。如果你早一点来有得挑的话呢，你可以选肥多一点或是瘦多一点。整体上来说呢，这个挂包非常的重口味，像我就是刚才睡醒的人啊，咬一口哇，整个人马上清醒过来。哦，这真的算是在我们家附近。我发现在你家附近的挂包都超级香的，真的。像你家三重那边，大家应该最知道最有名是哪一间吧？而我觉得这一间完全不会输。再来重头戏就是他们家的卤肉饭，这个是黑金系的。特色呢，就是颜色看起来很深，但其实不会过咸。很多人都说他们的很咸，其实没有，它只是看起来很咸，心里会有作用，其实吃下去不会太咸。然后它的味道是带一点点甜，我觉得取而代之的是它那个深层卤汁后面带来的那种回甘的感觉，所以它那个甜是那种回甘感。而且啊，我最喜欢就是它吃起来那种黏嘴的感觉。这上面辣萝卜呢，你以为是配角，但其实它是整碗的灵魂，可以带出它卤肉饭的层次感。有些人特别喜欢吃卤肉饭，然后上面加一点辣椒，这一间就是很合适让你尝试的那一间。我们第一次点控肉，刚吃下去，哇，也是一样好甜好甜哦，真不愧是3只黑毛猪哎，它整个口感啊是 QQ 的。那我想说我没有点笋丝，怎么会来笋丝呢？然后刚刚问老板，他说你点控肉就会送笋丝，这也太棒了吧！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点，因为我们会丰富给大家看，所以点了整桌。不然我们平时就是挂包啊，然后卤肉饭啊，一个汤差不多了。它的笋丝呢是搭配了蛮多的酸菜，所以吃起来酸干的，整个非常的解腻。再来是我觉得如果你食量够的话呢，卤蛋可以连起来。你看卤的这样子，哇，整颗都黑透了，非常深沉的卤蛋。哦，它非常的有口感，是介于卤蛋跟铁蛋之间。真的，它如果再卤久一点，就可以拿去老街卖了。这一盘是猪头皮跟猪耳朵综合，它们又是混在一起这样子卖的。我跟你讲，吃到这一盘呢，直接荣登是这间店品项我最喜欢的，因为它的猪头皮啊，胶质感非常的重，你会像是整块让哇超级黏嘴的化在嘴巴里。然后吃到猪耳朵的时候呢，你就会觉得口感又有一些变化，有一些脆脆的东西在里面，就不会那么的腻口。我是大概在1分钟前才发现它是猪头皮跟猪耳朵，不然我以为
哇，你也太硬了吧，还点了那个控肉进来这样子，腿裤切块这样子，腿裤，很豪迈，超赞。这道卤丝木鱼是我们的相机福利，它吃起来非常的古早味哦。那个硬形呀，刚好可以衬托出虱目鱼的清甜味。只是呢，这虱目鱼稍微还是有点刺，大家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如果你点虱目鱼的话，我建议你点白饭，因为它听起来很够味，很香，你会想要点2、3碗的白饭来配。这碗咸汤呢，也是来这家店的必点之一，它根本就是一整天的活力来源啊！你看这个汤哦，已经是变成是稍微有点乳白色，现金的颜色，没错，就是这种意思。而且呢，这个拉根本跟山一样，很难挖得起来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看到这一碗，我想说他们家是要开那个现金工厂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根本就是现金海的意思。而且你跟你讲，你点了这一碗，你就得花多一点的时间，因为你要慢慢吃，节节顺，真的要顺很久。它的咸汤啊，是一碗一碗煮的，基本上呢，就是用成堆的咸去堆叠它这碗汤的鲜味。在你吃完这么多的这个卤肉之后呢，哎，最后收尾来一碗咸汤，真的是非常完美。解了之后又可以再点好几碗这样子。简单来说呢，它就是一个超强的早餐场便当店，真的很希望它可以开晚一点，不然我真的以后都吃不到，我不想那么早起。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吃很多次，因为来的时候好，假设你压线来的时候，它已经收完。他们出来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我才正要睡觉而已。这一间是小城鹅肉店，这里属于淡水的下龟柔山。我觉得在淡江大桥开通之后呢，林口、八里、桃园那一带的人们啊，到这个地方来，距离会缩短的非常的多，所以呢，就成为一个假日你很好郊游的选择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是属于你前往北海岸的一个必经之路。像这一家呢，就是平常我们一个礼拜可能会来吃好几次的一个我们很爱的店。既然来到鹅肉店，我们首先最要尝试的就是它的鹅肉。这一盘呢是中盘的250块，它跟其他鹅肉店不一样的是，它已经都是去好骨才去算价钱的。所以呢，上来的时候你看起来虽然好像没有很大盘哦，可是扎扎实实全部都是肉，非常有饱足感。我跟你讲，它如果把那个骨头都留在上面的话，应该看起来是这个2、3倍大。我最喜欢它的肉啊，吃起来很清甜，再来是呢肥瘦蛮平均的。像我如果吃到太肥的皮，我会觉得比较腻口，但它的肥瘦就是很刚好。事实上，我觉得他们酱是蛮好吃，但是基本上他们的鹅肉啊，我觉得是不需要蘸酱就很好吃的。我很喜欢吃他们的油豆腐。其实淡水很多家小吃店的油豆腐我都很爱。因为淡水有一间很有名的油豆腐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他们，但是这个豆腐就非常的扎实，非常值得点。这油豆腐的内部非常的扎实，豆香味浓厚，再来是它的外部呢，咬起来啦，越嚼越香。我们来这里必点的还有米血。它的吃起来呢，就是米的口感非常的好，然后你可以吃到它的米香。再来是呢，你虽然看它没有什么酱哦，但是其实呢，它卤水已经非常的够味，它鹅油卤水很好吃。这盘炒青菜我觉得也很值得点，他们有分3种价位，大、中、小。那这个是中份的，其实分量看起来还不错。它吃起来呢，会有一种炒青菜的香味，但其实是烫的，因为它拌了他们的鹅油香葱。这个中份呢是80块，分量还蛮不小的。那如果你一个人来的话呢，就点40块小份的就好。我们点了一个汤的下水，蛮多人点汤的下水呢，其实是想要1汤2吃。可是这个东西呢，在这家店就比较不成立，因为他们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点汤类的话，它就不会再另外附酱给你。可是如果你今天像我们有点鹅肉啊，然后有点米血的话，你可以沾着这些卤水啊，还有酱汁去沾。那或者是说它有辣椒可以让你去拿。
他们家辣椒非常香，非常好吃，可是呢，辣度也是蛮辣的，所以要小心使用。爱吃辣一定要吃啊！这家其实是比较强调食材原味型的，所以除了辣椒之外呢，其他的酱料它都不是重点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是喜欢类型很丰富的话呢，这家它就没有卖热炒。可是如果你是像我们一样，喜欢食物这样子简简单单可以吃出它鲜美的味道的话，这家你们就会很爱。我们平常来这边都点超多的，只是因为今天要拍摄，后面还有很多家要吃，所以就收手了一些。鹅肉都是500起跳的。我家少爷赢，我家大哥赢，少爷赢，我家大哥赢，我家大哥赢。刚刚那是什么梗？懂的人就懂。这一间是广泰香西点面包，其实它已经非常有名了，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很知道它。那它是我心目中北海岸最强的传统面包店，它的菠萝面包呢是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我今天这样小小买了一袋4个面包，其实我是为了要买给大家看，试给大家看的。我的冷冻库里面呢满满都是他们家的面包，因为我前2天才来补货。我跟你讲，你1个礼拜会买2次以上。对，没错，而且我每次买呢都是500-600块一袋的。第一个，你来到这边一定是买菠萝面包。那他们家菠萝面包呢，有非常多种种类，你来你只是选你想要吃的就 OK 了，每一种都很好吃。你一出炉的时候，大家就抢了，而且你看到上面还有什么？蒸汽、水蒸气，因为它才刚出炉而已。它水蒸气还刚上去的时候就已经被抢光了。我刚好拍下来，哇，一堆人都在抢。我只跟大家讲它是菠萝，但是我不告诉你它是什么菠萝，因为我每一次来都是扫盘，我很怕我自己买不到。这个我还不用吃就可以告诉大家它好吃在哪里了。首先呢，你看它蛋液涂得很足，所以你可以吃到它那个蛋液附着在上面烘烤过的口感。再来是呢，它菠萝真的是非常的香酥，还有奶油放得很足够。我是那种如果一抓到随便一个吐司，但是我只要涂上半颗那种奶油，我就可以吃得非常满足的人。所以这个就是又好吃又超不健康。因为秀泰平常是一个不喜欢吃传统面包的人，可是这一间他爱到不行了。我每次买一堆回去放冷冻库之后嘛，我都是用微波把它加热。那其实它微波之后呢，变得没有那么酥，可是整个变得非常的油香，它的油啊遍布每一个角落。我跟你讲，我那一天呢，真的会为了想要吃这一颗而节省我其他的餐的热量，然后来吃它。我相信啊，这个在淡水的很多人心中是最强的菠萝包，完全别的地方比不过的啦。另外啊，我们推荐3种口味，让大家不要去跟我们抢菠萝包。其实就是这样。我有一次来的时候看，这个东西平平无奇，可是买回家，哇，有够惊艳，有够好吃。像这个是巧克力蛋糕啊，我们家弟弟都说它是巧克力三明治。这个蛋糕呢很香，而且你看有够松软。对，你拿那一颗方形的，哪一个？我知道我要出卖我朋友，超好吃。它还好，但是我们家弟弟啊，还有我啊，都超爱吃。还有我们朋友跟我们推荐，那不要说是我们说的。我还是小小跟大家形容一下啦，它上面呢这一层是起司，可是我觉得吃起来呢蛮像鲁马林的口感。然后它这个吐司啊，你看超厚，然后也是非常的柔软，里面呢有起司跟火腿，所以是内馅很丰富的一款。非常邪恶的，它这边越邪恶越好吃。这棒蛋糕我也非常的推荐，目前价格一个是50块，但是我愿意花80块以上的价格去买它，一样是非常的香，很扎实。如果你看到它门口啊停了一排车，不要怀疑，他们全部都是来买面包的。像现在呢，你看到没有什么车，是因为刚刚已经把一炉全部都买光了。那不要担心，后面呢其实它还会陆续的出炉。这一间是阿嬷的笋肉包。这间其实是我经过的时候很常吃的一间店。那我从以前都觉得，它还蛮贵的，可是久久就会想要吃，因为第一个就是它会这么贵，就是因为它用的是黑毛猪。那这种黑毛猪内馅就特别的甜，然后再来是我很爱吃笋肉包。那笋子的话，就是你要品质很好才会好吃，但是就会贵。那我觉得它最高的成本就是在这边。那它现在变成一颗是40块，我们来吃吃看。好。哇，你看这打开来啊，里面的笋真的是非常多，而且我刚刚在剥的时候呢，它那个笋香跟油香就这样一起迸发出来，非常的喜欢哎，来吃吃看。
依旧是非常的好吃啊。它那个笋啊，非常的脆口，然后带着浓郁的胡椒香，而且像你讲的一样，它那个黑毛猪真的吃起来特别的甜。那虽然说呢，老板刚刚有跟我们坦诚，他们现在的制程跟以前稍微有点不一样，以前用人工，现在用机器，然后以前呢是用笋块，现在用笋片，可是没办法，因应人力的一些就是成本越来越高了嘛，所以他没办法，只好做这样的改变。我以前对它最大的印象就是它切成笋丁、笋块，完了吃起来口感特别好，可是新的这我还没吃过。虽然说现在改用机器包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品质是没有比较差的，而且现在呢变得比较大颗，然后你看到它的皮啊跟它的肉馅的比例啊，真的还蛮不错，你真的咬下去有满满一口都是馅料，皮蛮薄的。我跟你讲，平常是很难能够吃到笋子这么多的笋肉包，而且非常的香，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我们来加一点台中原美辣椒酱，就像台中的吃法一样，就是要把它塞进去里面。重口味的人一定会很喜欢这样吃，可是我更喜欢吃原味，比较能够吃得出笋的香甜。很多人来这边都会买一个当点心吃，再顺便带2、3袋回家。那如果你很久没有吃了，你可能会发现说，它现在有变得比较大颗。那老板刚刚解释说，因为他们现在改用机器做嘛，为了要保持它的品质，不要空包率那么的高，所以他们就做的比较大颗一些。那如果有一些未达重量的呢，他们就会当福利品卖，卖的比较便宜一些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买哪一种呢？如果真的只差一点点，我会买福利品。吃完笋肉包，我们来旁边的伙伴咖啡喝一下。这间店呢，它在淡水其实有3间分店，然后算是我在淡水最喜欢的平价咖啡店。虽然说是平价咖啡啊，可是我觉得它的品质呢是可以超过一杯150块的咖啡的。那他们家的消费方式比较特别一点，分为外带菜单跟内用的菜单。那内用的话呢，就是比外带菜单多10元。像我这一杯呢是西西里咖啡，外带65，内用75。用75块就可以坐在咖啡店里面喝到这样子的，真的是很赞哎。重点是它的西西里咖啡很实在又很好喝。其实我不用喝也可以讲得出它的口感。我这1个礼拜呢，已经喝了不知道第2次还是第3次了。它的西西里咖啡哦，柠檬酸香非常的平衡，你完全喝不到一点点甜或酸冒出头的那种感觉，所有的味道呢都是非常平衡的。搭配的很好吃。我跟你讲，最重要的是，它里面用的是柠檬原汁，所以你喝得到柠檬的渣渣在里面，非常真材实料。75块内用这样，我觉得很棒。这杯是蜂蜜柠檬，70块，非常的大杯。我们常来这边剪片啊，然后做一些杂事工作。虽然说它的环境呢不是那种望出去就有海景的，可是它的咖啡水准啊真的是很不错，不信你们可以来喝喝看。给大家看一下菜单，这种菜单价位呢，现在基本上已经是稀有动物了，除非你去路易莎，但是我跟你说，这间还是比较好喝。是淡海阿婆小吃店，我们常来吃，已经吃到变成老朋友了。那这间呢，它一样是早餐场，不过呢，它开到比较晚，开到下午4点，所以晚起的人还是可以吃得到。你可以吃早午餐，也可以吃下午茶。这间店我们因为太熟了，直接推荐大家我们的黄金3组合：综合汤、臭豆腐，还有炸桂。那其他的呢，我觉得就是补充包，想吃什么就点起来。这间我们觉得是被早餐耽误的炸果店，它的炸果真的是非常的强。首先呢，那个米啊，去炸过之后有个特殊的口感，非常的吸引人。一般呢，你能吃到1层2层的已经算很强了，你可以吃到比别人还要强的4、5倍之多。那个外皮的酥酥感啊，你知道吗？刚咬下去的时候，还会听到那个脆的声音在你嘴巴里面散发开的感觉。这是你全世界最喜欢吃的炸桂。没错，这一间也是我全世界最喜欢的炸萝卜糕。如果我住在板桥，我会特地跑过来哦。你要这样得罪板桥人吗？我就真的很喜欢美。它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就是它是先切，然后再去炸，所以呢，炸出来它每一面都是酥的。那有一种就是它整大片的，
然后下去蘸，那它切出来是不是其他地方就白白，就没有炸的那么多酥面积比？较少。对对对，它这个外皮啊，咬起来是酥脆，带点粘牙感，非常的迷人。很像那种麻糬被炸过的那种口感，很棒。我个人也喜欢再加点糯米肠，还不错。再来是臭豆腐，他们臭豆腐呢不是很臭的那一种，取而代之的是浓厚的豆香味。那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有臭豆腐口感的炸豆腐。再来啊，他们的酱汁是属于清爽型的，这样子你早上呢不会觉得口味太重，去上班也不会怕熏到同事。他们家的泡菜是那种很豪爽型，给的很大方。重点是它口味不会太酸，不会太重，是我喜欢的那一种。一般大家吃到臭豆腐呢，都是下午茶以后的事情了。可是因为这一份很清爽啊，它特别适合拿来当早餐。如果早餐可以吃臭豆腐，真的是很爽的一件事情。这一碗是综合汤，里面有猪肠跟猪血。你可以看到啊，它汤几乎快要没有了，整碗满满都是料。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呢，是很常来这一家店点综合汤，喝起来暖心又暖胃。它那个猪肠啊，其实洗的蛮干净的，然后猪血我觉得也蛮好吃的。你看这些店啊，这样子小小一间的，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来吃巧的。这碗它在起锅之后呢，会加一些沙茶增添它的风味。但我个人呢是更喜欢加少一点，或是不要加，更能够喝得出汤的清甜。刚刚的黄金组合包，如果我们觉得不太够的话，我会另外一点白菜卤跟油豆腐。那这两个呢是在下午时间呢会常常比较容易提早卖完的东西，所以大家想要吃这两样就提早来。我们前面有讲到，淡水很多小吃店油豆腐都超厉害的。我们曾经看过有人来啊，就直接把油豆腐啊10几块全部都包走，后面的人都没得吃。有多少包多少的那一种。这家东西呢，我觉得有蛮多都蛮清爽的，可是白菜卤呢，它就卤得非常的够味，尤其是它的那个蔬菜的甜味啊，浓缩在这个里面，早上吃到真的会觉得很幸福。我觉得早餐界的淡水双煞就是黑灰果跟正，然后一个是属于重口味型的，这个是属于清爽型的，都非常的赞，非常的古早味。是4月17号啊，第一波淡江大桥的活动呢已经开始了。那突然在今天当天呢，知道说所有的淡水居民都可以持身份证上桥，所以我们就来赶这一波热潮了。我们带大家上去看看。终于看到那些路标了，大家都非常的开心，每个人都在拍照。我原本想说上桥应该是件很累的事，看起来没有很陡，大家都很开心啊，真的。哦，看到这个路牌我就想到，哇，以后去林口比去金山还要近哎。那你这个语气是在哭屁呀？可以走上车道的时间之后呢，这边呢它一样可以给行人走，然后自行车、摩托车这些都可以上桥。其实走上来不太会很累如果真的开通的话，你真的会想要早上起来，然后走淡江大桥过去巴黎变成一个散步的地方。对，因为它没有很陡，所以你走上来的时候就觉得还蛮轻松的，而且风景超好。不过今天天气有一点雾霾啦。那我们走的是车道，等到是人行道的时候，人行道更好走，我跟你讲。好，希望是这样。那说真的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主体的下方了嘛？我们没有走很久我们上次拍淡江大桥的时候啊，跟大家说它的主体呢是个双手合十的样子，现在看呢，真的它还蛮像的。中了耶！晚上就会出现喽。谢谢。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巴黎端了。我觉得如果以后步行的话呢，大概10几20几分钟啊，你快速走的话就可以到对岸。我突然好想这个地方躺下来，因为你人生没几次机会。人太多了，你等下被踩到。而且在它地上还有点黏黏的。从这里望台北港啊，还有出海口都非常的漂亮啊。我开始期待以后可以骑脚踏车来兜风的日子了。我不相信，我觉得到时候你就算我们骑摩托车上去就好了。好啊，那就骑摩托车嘛。那你就是在等我这一句。
们现在走的差不多要回程了。我现在心里呢，觉得台湾最漂亮的大桥就是它了。我跟你讲，是全世界最漂亮的。我光从机场回来看到它，我可以走回去，帮我省30分钟。世界上最美就是它，完全就是自行宣布当选，没有在管其他人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走，我们走回去吧。帮大家介绍，这是全世界最认真、仇恨度也最高的里长。这是我人生以来碰过最认真的里长了。为什么最认真的里长都在隔壁里？不会，你这样子会得罪人哦。重新讲一次。住哪里哦？我把我的脸蒙起来再说一次。最认真的里长在大家的心里，好吧？好，谢谢。感谢最棒的 YouTuber。谢谢。偷偷跟大家说，他们每年办很多次里民旅游啊，然后每一次呢都还要抽签，抽不到会有人生气跺脚的那一种，很夸张。我看了我自己都想参加了，改天我们可以拍一下那个李明的那个。里民旅游我们可以跟吗？可以跟拍吗？这一集我们感谢克难波蛋饼老板友情赞助露脸。哇，今天真是天助我也！上来的时候，原本担心会很热，超凉。没错，可是拍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漂亮，没有蓝天白云陪衬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蹭，不是很多机会拍。尺寸 baby 蹭。这一间是大汉天下淡江大桥分店，我跟你讲，它就开在淡江大桥一下桥就到了位置哦，非常的厉害。那这间呢是我们淡水最喜欢吃的锅贴水饺之一。除了锅贴水饺之外呢，他们家的其他东西都非常的好吃。来这里最要点的是他们家的黄金锅贴，你看这个冰花多么的漂亮啊！那它一份呢是10颗，那我们点了2种口味，但是从外表上面真的看不出来哪一种是哪一种。先随便试一个看看。这个是鲜鱼的口味，刚刚一咬下去的时候呢，整个肉汁在里面散发开来，随之而来的呢是芹菜的香气，那它的鱼呢也是非常的鲜美。它的冰花非常的脆，我觉得已经像是煎饼等级的，咬给大家看。是饼干等级啊。这家店有很多口味，来这边一定要点比较特殊的口味，像是我今天点的这个鲜鱼啊，另外呢，它还有芹菜虾米猪、香菜猪等等。那有些东西呢，就是踩在大家害怕的东西上面，像我自己呢，就是喜欢香菜而讨厌芹菜的人。那我觉得呢，来这边呢都可以试试看。那你就吃香菜给大家看吧。我们另外还点了一个香菜猪，这个东西呢对大家来说都很邪恶，有些人觉得是好吃的邪恶，对另一些人来说呢就是恐怖的邪恶了。我刚吃下去的时候啊，它也是一样，肉汁在嘴巴里面泡发开来，然后再来就是香菜的那个香气，就慢慢的散发开来。不管你点的是哪一种口味，他们家一贯的特色呢就是高汤非常鲜美，但是也是很油香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。这一碗是葱油贡丸拌面，然后我们选择的是干面，它也可以做成汤的哦。它的面条非常的滑顺好吃，然后酱汁呢也很放在上面，但是它比较强调的是它的蒜香，而不是它这个酱的咸度，真的非常的好吃。我觉得是好吃的那种有 Q 劲的拉面面条。另外啊，我们还很推荐它的桂花溏心蛋，你看切开来哦，这溏心的状态这么的漂亮。然后我们第一次呢吃到这种用桂花下去卤蛋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惊喜，没想到这个桂花跟蛋的味道是这么的搭。这吃起来很像酒酿蛋，重点是后面呢带出桂花淡淡的香气啊，真的是很销魂。这间店我们还很推荐桂花冰糖酸梅汤，可是我们今天没有点到，它没有了。那来这边呢，我觉得你可以点一个配一下。那另外呢，我觉得你来这家店呢，最好是在它的现场用餐，不要外带回家，因为我觉得好吃程度呢会大打折扣。再来是尖峰时刻的时候呢，他们也不保证自己煎出来的黄金锅贴会是圆形的，这些要注意一下哦。我们现在来到沙仑夜市，顺便在这边做个总结啊。其实这个沙仑夜市呢，我们还蛮推荐大家来的，尤其是你从淡江大桥下来的话呢，拐个弯很快就会到了。这个夜市呢，它是北部少见的传统的夜市，就像我们小时候逛的那一种。
像是那种三重的苏红道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个在北部已经算绝迹了。那我觉得这算是我们淡水人的一种小确幸。对，那大家每个礼拜五啊，或是礼拜天啊，就会打一个问号，问说，哎，到底有没有开？那因为今天篇幅比较长啊，所以这边的美食我们就不跟大家介绍了。我们以前有拍过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们之后也可以再拍一集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会融合淡江大桥两端的一些景点跟餐厅，再介绍给大家。因为我们前面拍了2集呢，都比较多是聚焦在小吃，那景点跟餐厅的部分呢，后续再慢慢介绍给大家。啊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推荐的话，可以告诉我们，然后我们慢慢会往海鲜那边拍过去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啦，大家拜拜。